大家好，欢迎观看居家101，我是阿杜。我老婆最近买了一个假的手机，这还有外壳，看起来像真的一样。我知道这已经不算是新的新闻了，但是以防大家被骗，我这次来展示一下到底要如何辨别真伪。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我们来比对一下这两只手机。就官方的名称来说，这边有一只应该是 Desert Titanium， 然后另外一只是 Black Titanium。不过对我来说，就是一只是玫瑰金的颜色，然后另外一个是大概是灰黑色。这边有一只是真的 iPhone 15 Pro Max， 然后另外一个是假的 iPhone 16 Pro Max。我们来观察它的外观一下，然后看各位能不能发现哪一只是假的手机。各位决定好了吗？我们来公布答案。3、2、1，答案是这个玫瑰金的这个颜色，这是假的手机。这只灰黑色的是真的 iPhone 15 Pro Max。这只玫瑰金的颜色是假的 iPhone 16 Pro Max。首先，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盒子。这个盒子做的非常的真，上面连序列号都有。这上面写的是 iPhone 16 Pro Max，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 EID， 还有它的 serial number， 还有它的 IMEID， 这些 number 其实都是真的，他们是复制了某一个真的产品的序列号，所以你如果去查的话，会以为这个东西是真的，所以这个东西并不可靠。我们把它打开来，首先这个保护膜长得跟正版的不太一样，所以如果看到这个形式的保护膜的话，就要小心一点。就手机本身的话，它的材质虽然金属的光泽可能会有点不一样，但是其实还是做得非常逼真的。不管是镜头、颜色，或者是这个苹果的符号，或者是它的插孔之类的，其实都做得非常的好。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理论上 iPhone 16 Pro Max 应该是没有这个 SIM 卡的插槽的，所以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而你买的型号不应该有这个 SIM 卡插槽的话，就要多注意一下，这可能就是一个假手机。然后我们把手机打开来看看，就这个界面基本来说的话，其实看不太出来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App 看起来都还挺正常的，你不能基本上没有办法一眼就观察出这是一个假的手机。你如果打开相机功能的话，它是有办法像真的相机一样的，但是你如果对相机要求比较高而仔细观察的话，你应该可以发现这些镜头的像素其实并不算特别好。接下来我们到设定里面看看，这个是我随便打的一个 email 账号，这是我在没有 Apple ID 的情况下把这个东西输进去的，它是会接收进去的。如果这个新的系统叫你登录 Apple ID 的话，如果你随便输一个东西，它接收进去的话，就代表这个东西肯定有问题。那我尝试按忘记密码，你看它不给我点这个忘记密码这个选项，但界面看起来挺像样的，但功能上其实是有点问题的，它有很多界面是点不进去的。像我点这个 iCloud， 它完全没有反应。再来是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最容易被骗的地方，就是它的系统。我们到 General， 对，这是 About， 就是我们这个手机的信息。你可以看到
iOS version 18.5 iPhone 16 Pro Max Model number serial number 全部都记得很清楚，连这个 capacity 就是容量之类的全部都有非常详尽的资料，但这些其实都是假的。那要怎么样辨别真伪呢？这个东西像它的 map 这边有个像是 Google 一样的 map， 我们点进去，理论上 Apple 的地图应该是不会用 Google 的，因为点进去之后它就出了问题。我们点进去 App Store 的话，它也出现一堆很奇怪的东西。还有一点可以注意到的是，它的这个键盘界面它是被切掉的。如果是真的 Apple 的话，它应该是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我们连上网之后，我们尝试打开像是地图，它就会跟你说这个地图需要更新。然后如果你选择 Update App 的话，它就会打开 Google Play。理论上 Apple 的东西应该是不会有 Google Play 的，所以它如果打开 Google Play 的话，就代表这个东西很有问题。那它基本上就卡在这里了，它已经不会动了。所以基本上这就是最简单的可以辨别这个手机是真伪的方法。就是如果在这个 Apple 的手机里面，你发现了有 Android 或者是 Google 或者是 Google Play 类似的东西的话，就代表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像是这个图片，它这个很多东西都是安装在 Google Play 里面，它在某些情况下，它也还是会打开 Google Play。假如说你打开 YouTube， 然后你想要登入你的账户，它一样会打开 Google Play。还有这个手机虽然是 Android 的系统，但是你其实并没有办法直接得到里面的东西。就是如果你把这个 Type-C USB 接到电脑上面的话，它是没有办法直接把档案传到电脑的。所以这个东西连当一个玩具手机都没有办法。它唯一可以使用它里面资料的方法是 go to 这个 files， 这边有 internal storage， 你可以从这里看到这个手机里面有什么东西。但是你把它接到电脑上面的话，你还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界面。像普通的 Android 手机，如果你把它这样接到电脑上面的话，你是可以看到这些 folder 的。但是这个手机并没有办法，所以基本上你如果买到这个手机，就等于是一块砖头而已。理论上这个 files 这个 folder 在 Apple 大概应该也是没有的。我不太经常使用 Apple 手机，所以我并不太清楚。但是你看这边有个 utilities 的 folder， 把它点开的话，这个地方卡住了。大概我使用太多 Android 的东西了，它直接不让我使用了。你在这边要把它重新打开一些。等一下给我点开了。然后这边有个 Play Store， 这个 Utility 里面有这个 Play Store， 这个东西一看就知道是 Android 的东西，它并不是真的 Apple。如果你点下去这个 Play Store 的话，它就会叫你到 Google Play sign in， 然后你也想要 sign in 的话，它就会没有办法使用。Something went wrong。所以基本上这是最简单可以辨别这个手机是不是假手机的方法。就是如果你在这个 Apple 的手机里面发现了一些 Google 的东西，就代表这个手机是假的，因为它使用的是 Android 系统。这边我又发现了一个方法，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Calendar。我原本想说这个手机大概还可以当做 Calendar 来使用，但其他的功能可能都有点问题。但是如果你尝试添加一个行程在你的 Calendar 里面的话，那我这边选择添加，它就直接出错了，就直接 Close App。它大部分的 App 都是只能看，但是你点进去之后功能都会有问题。所以如果你只要尝试打开某些 App， 然后使用它的功能的话，它如果出现这个功能停止的情况的话，就代表这个手机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再尝试一下这个 Clock Alarm。这个 alarm 好像可以打开，看一下这个 stop time， stop time 是可以的。timer 定个1分钟，然后 start。所以这个手机当做 timer 还是可以使用的。这边我们来尝试它的浏览器，我们点开 Safari。然后进去 Google， 然后我就随便打一个网站，
所以这浏览网站的功能还是可以使用的。然后我们用 browser 进去 Google Map， 之前用 App 打不开 Google Map， 它会叫你要更新 Google Map， 不然的话就不可以使用。用 browser 的话，它好像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要打开更复杂的网站，像是我这边用 Tesla， 点进去之后，这网站就打不开了，它只能显示一些字，但是图片跟动画之类的东西，它就直接不见了。然后我们再试试看用其他网站，像是 Radeon。我们得到了一样的结果，也就是说，除了字面以外的东西，比较复杂的动画，或者是 Flash 或 HTML， 它可能就执行不了。我们用 browser 进去 YouTube， 因为之前 YouTube 的 app 也不能使用。这边我们搜寻 Black Myth Wukong， 就是黑悟空。第一个搜出来的是比较新的游戏，是黑钟馗。可以点开，但是这个画面的对比度非常有问题。这边我再尝试一次，找到了黑悟空，我们来播放看看。这是对比度可能好一些，但是这个解析度真是惨不忍睹。所以说，在购买之前，我们还是要仔细的观察这个产品。我觉得其实这个盗版商根本就有能力把这个手机做得更好，他们大概是已经打算要骗钱了，所以打算骗人骗到底了，大部分的东西都无法使用。我觉得他们完全可以把很多东西都做成可以使用的状态，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做的。不过不管怎样，这次买到这个假手机让我损失了$850，算是汲取一个教训，让我们每次买东西之前需要仔细的观察，而且尽量要在更靠谱一点的网站上面购买。像我老婆这次使用的是 OfferUp， 像是 OfferUp、eBay 之类的，还是有很多假货在里面，大家购买前请需要注意。之前比对手机的时候，我没有把两个界面拿出来比对，因为里面的 App 一看就可以知道哪一只手机是真的，哪一只手机是假的。各位可以在结尾的时候看一下比对，看看能不能看出一些端倪。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请按赞、订阅并开小铃铛，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非常感谢，谢谢收看。居家101内容主要分为维修、维护、安装、升级、清洁以及产品使用的心得。希望各位以最少的经费来达到最高的生活品质。各位用不到这些技能自然是最好，但是如果遇到，希望视频能对你有帮助。谢谢。